那个魏良，哎，就拿着这个胡妹子的东西羞辱我，还笑，女君，那玉楼夫人跟南君，那可是义过亲的，那又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那，哎，咱们前脚送走一个证书，后脚又来个玉楼夫人，那女君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若是每天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旧情，那这日子才是真没法过了。反正我听说那玉楼夫人约南君相见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旧情人重逢是什么场景。当年伯公走后，我别嫁他国。如今你可还在气我？彼时我也年幼，此事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迫。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如今，唯愿玉楼夫人万福不尽。南君，南君，原来你喜欢这东西啊？那回头带你去街上多买几个样式。南君每天日理万机的，哪能劳烦南君操心我的事儿？还有，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给南君更衣。啊，不必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白给的粮食，魏侯竟然不收。他是碍于我边州女君的身份，要刻意与我疏远。边州乔祖为太夫人贺寿，特送来麦种。既然魏侯记得阿姐的身份，那阿姐，往后你该如何施展手段？我若不好施展，那乔女是仇家之女，她就更不好施展。魏侯念旧，也记仇。当年我与魏家一亲，若不是乔祖背信弃义，魏家突遭家变，伯公他苏家也不会再将我改嫁边州。这仇我都没忘，魏侯更不能忘。既然如此，阿姐，往后我们该如何？既然通衢是为了麦种，魏侯拒绝我的粮食也是为了麦种。那这麦种若是出了事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步暗棋。
那就有劳魏使君哦，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该替荣郡的百姓感谢燕州支援麦种才是。应该的，应该。使君，麦种已称重完毕，请使君过目。定要严加看管。是。不愧是魏侯府中走出来的人，若是换一些好衣物，这身段面貌也如贵牛无二了呀。可惜了。事急从权，无意冒犯娘子。小生初来于郡，有些路不认得，想问娘子寻个方便。郎君请讲。娘子可知去威侯府的路如何走？威侯府？你要去寻威侯？是。你是何人？回娘子的话，这位郎君是武山国苏氏的少主，听闻威侯府中太夫人过寿，特来祝贺。原来是贵客来访。在下苏信，字子信。我见娘子姿容绮丽，不知是哪位狠心的夫家，竟让娘子孤身在外做活呢？去侯府的路不远，只是要费些周折。若郎君不弃，带我回家换身衣物，再为郎君亲自带路。小生求之不得。这把伞你且先带回去。多谢公子。阿姐，得手了。楚玉被婆家给打了。哎呦，你快把她接到院里来，我好好问问她啊！可是太夫人曾言，不许楚玉登门啊！哎呀，你把她接到外院来啊，别让老夫人知道不就行了吗？我这就去。哎。这一大早，伯母要去哪儿啊？女君，女君，宾客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不用去过问夫人了。女君，这里有于郡的寿宴礼法记录、族谱、历年的宾客名单，还有一些家族集会的记录，都供女君参考。你有心了，这些东西我能拿回去看吗？当然，不过女君不用费力搬回去。南君说了，书房留给您用，缺什么书卷记载，找奴要就好。这是南君准备的。是。这南君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可能是怕我搞砸寿宴，给他丢人吧。但南君会不会是真的为了女君着想啊？楚玉，哎呀，快让姨母看看。姨母，哎，你快救救楚玉啊！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快起，快起！哎呀，他家攀我和外男不清不楚，实则是那赌徒花光我的嫁妆，想讹我再向姨母要些钱财。姨母，这太夫人问我说得清，可是把我害惨了。其实姨母这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要不是乔女阻拦，姨母早就顺心如意。看来，要办成此事，还需要乔女露出马脚，姨母才有说话的余地。有我的好婆母给她撑腰，我能如何？这办法倒也是有，就看姨母的意愿了。
拜见使君。今日仓库有无异常情况？一切如常，请使君放心。阿姐，成了。这么大的寿诞，必得热闹些才行。我听闻玉楼夫人善音律，今日是否有幸一饱耳福啊？微后听过，你可以问他。石原，玉楼夫人尊贵，已经不是你儿时的关系了，怎么可以随意调笑呢？啊，世元只是想借玉楼夫人的歌声，为外祖母献艺。那你自己准备如何向我献艺呢？不如世元兄舞剑，娥皇可为你伴唱，如何？太好了！若使君上了战场，定是一员猛将啊！真是声如天籁呀！多谢外姑祖母。外祖母，仙儿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健康如意，福乐绵绵。钟离，我现在虽为边州女君，但有些事从未遗忘半分。幼时，我曾觊觎你家，双方议亲，选中了你的兄长。可惜，是我没这个福分驾驭他。如今每每忆起故人，只能以玉佩寄托相思。这边州路途遥远，还是早些上路吧。微后保重。保重。南君，玉楼夫人唱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？是《诗经》里的玩兰，讲的是儿时的玩伴，如今装模作样不可相认的故事。阿姐，别再悲伤了。怎么会呢？只消几日，便可以回去做我的玉楼夫人，何悲之有？
况且，此行虽未成事，但你我也全身而退，应当高兴才对。玉楼夫人，请留步。望玉楼夫人，日后不要再来于郡了。为何？你与魏家虽有情缘，但也经不起搓磨。如今你贵为边州女君，又与魏家的立场相悖。虽然不知你此行有何目的，祖母嘴上虽不说，心中未必欢喜。我不忍心看到他老人家再想起不开心事，所以也就不便再相见了。世元兄，还真把自己当魏家的人了。多谢世元兄关心。世元兄还是多想想，自己留在魏家能否自得吧。表兄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你可以不见我，但是祖母还等着你去请安呢。表兄。少主，魏家人惯会哄骗，少主万万不可再心软。少主的体腔里流着边州陈氏的血，主公对少主日思夜想，亟待少主回去助力。借以少主雄才，真就甘心在此一辈子驱使于人，不得斩制。魏家人知你身世，对你疑心不容理，甚至不惜为了巧女，将你置于死地。少主何不就此跟我回边州啊？南君，可还是在为表兄的事情忧心？这件事儿，表兄伤得最深。而且今日我见过祖母，她也十分想念表兄。边州陈滂，定是要和表兄相认的。只是魏家如果再不跟表兄说实话的话，表兄可能就要走了。的确如此。我几次去找他，他都避而不见。我又不想强人所难。南君，我和表兄在魏家的处境相似，且愿意替南君劝说表兄。南君若是信任的话，不如这件事交给妾去解决。这码是什么？哦，南君既然已经决定休娶，我略懂水利，想要为南君分忧。水陆选线关乎人力财力，所以至关重要。最近我翻阅了些资料，做了些批注，希望能帮到南君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南君，请你看这3座山。这是荣郡北部的地势。我翻阅了许多资料，发现它比新都的地势高出去许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从这儿往这儿修的话，那务必会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。但是过来本来就看不见，哎，那你说这2侧是什么？啊，2侧是谷，说明有山。如果贸然通衢的话，会引起灾害。但如果顺着山谷修去，
祖母寿宴之后，每日心事重重，表兄又对南君避而不见，妾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出此下策前来叨扰。我本以为在魏家，你我的处境一样，没想到是我高估我自己了。你是自己人，我是外人。是家人还是外人，只靠血脉做定论吗？连你都知道。妾初来于郡的时候，没有人认我这个魏国女君，大家只觉得我是仇敌的子孙，妾心里亦多有忐忑。可如今我却受到了南君的信任，祖母的疼爱。表兄觉得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魏家妇，只要你承认自己不是乔家女，仲宁和外祖母他们不会刁难你。表兄又错了。若是我背弃了自己乔家的身份，南君不但不会善待我，还会瞧不起我。妾是魏国女君，自然不会做对魏国不好的事。可是我生于燕州，永远都不会背弃自己的故乡。我为燕州百姓谋算之心，从来不会避讳南君。我们夫妻二人如此坦诚相待，方能得到彼此的信任。话说得真漂亮。只有我把自己当成了魏家人，南君才能把我当成是自家人。表兄亦是如此。我把自己当成是魏家人，于是魏家人把我当成是妻子。表兄觉得自己是弃子，无人关心，可祖母却因为这样一个弃子病倒了。祖母的身子一向很好的。祖母听闻南君要重查案子，害怕发落表兄，一时起火攻心晕倒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有瞧过示意吗？表兄不用担心，并无大碍。只是祖母一直卧床不起，妾斗胆猜测，祖母不愿意告诉表兄，并不是害怕麻烦，而是害怕他最心爱的外孙与他祖孙离心，不愿意去看望他。外祖母，外祖母，外祖母，世元，我明白了。外祖母无事便好，我先行告辞。世元，你是不愿意再见外祖母了吗？